在上一个视频里，我们谈了经房经年不出户庭的教育经历，这种经历使他缺失了适应社会该有的暗影知识，这是他在世俗世界里过分理想主义的根源。除此之外，经年不出户庭而待在书斋里造成的另一种恶果，就是经房他缺失了较好的与人沟通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说人话的能力。也许很多人并不认同我这样评价经房，他毕竟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房易学的宗师。你说他不会说人话，未免太无礼和傲慢了吧？坦白地说，我之所以如此吹毛求疵的目的，只是想探究令他悲剧的所有可能原因，而没有半分亵渎的意思。之所以怀疑他在沟通交流方面不会说人话，依据主要是班固在《经房传》里描述经房在温室殿里向朝廷官员讲述他的考功课历法时，班固说当时的情况之一是皆议房言繁碎。资治通鉴中也是这6个字，这6个字中皆议说明大家一致认为共同的感受，而不是1、2个对经房不满的人。大家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呢？是房言繁碎，说经房说的话繁而且碎。有的人对班固的这句描述认为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不是经房说话方式和内容啰嗦，而是指经房所讲的考功课历法的繁碎。事实上，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纵然考功课历法庞大复杂，但作为一个一流的演讲高手，也应该有预繁就简，化复杂为简单，把千头万绪说得有条有理、井井有条的能力。这正好显示出一种高超的口才水平，而不应该去不会开车嫌路窄，不会睡觉嫌床歪，不会说话就要怪要说的东西太复杂。遥想苏秦、张仪之士在诸侯朝堂上纵横捭阖，滔滔不绝，令无数听闻者击节赞叹，而不会让人产生繁碎之感。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班固原文中用的繁碎2个字，烦是厌烦、烦恼的烦，而不是繁荣、繁多的繁，让人听起来感到厌烦而又细细碎碎的。你说，不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啰嗦和嘴碎吗？除了房言繁碎这4个字要命的形容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别的方面一窥端倪。比如经房最高光的时刻，他在原地的一次饭后散步时的对话，史书上称之为幽厉对话。这段对话经房精心设计，环环相扣，丝丝入理，深入浅出，仿佛让人置身于观看一出戏剧表演。经房首先问汉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会使国家陷入危机呢？然后经房接下来又用了6个问句，才把要举报的对象实显以不提名的方式暗示了出来。关于这段幽厉对话，我们还将专门制作一期内容详细解说，今天在这里只是提一下。你看经房为了举报实显，首先把铺垫铺向了遥远的周朝，然后从秦二世一路下来，追问到元帝身边，总共用了7个问句，最后还是给元帝打了一个哑谜。除了哑谜，在经房传里记载的3次给皇帝的封事密信中，经房每次都必然先结合历法、卦象、卦气，然后才讲到自己想请求的事。虽然这种情况下他只是以笔代口，是书面写作功夫，和他说话啰嗦不啰嗦、嘴碎不嘴碎没有关系，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经房以阴阳灾异说见长，被皇帝赏识，无形中就给自己套上了这个枷锁，以至于此后的每件事每句话都要言必及阴阳灾异，又似乎与孔子说的知我罪我其为春秋一样，让人在赞叹他们的才华的同时，也不免心生感叹，所谓的人无完人，大概就是这样吧。经房的这种繁碎而糟糕的说话能力，和他的易学思想和他的阴阳灾异说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有。他的易学卦气说
把64卦分配到365又1/4日之中，是一种复杂化的由少到多的发展。它在音律方面把当时流行的12律扩展为60律，也是一种由少向多的发展。可以看出，经房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精密、臻于完美的目标，而这正是典型的书斋思维。然而遗憾的是，经房他精通于宇宙道理的细节，但是却不知道人心险恶的细节。他习惯于将一切逻辑前提掰开揉碎，沉浸在自我构建的复杂体系中，却丧失了把复杂的观点翻译成普通大众能听懂的人话的能力。局限于书斋，很少与人接触交流的，可能还有今天的985高材生，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天之骄子们。他们也许擅长解答复杂的奥数难题，但往往在烟火气的地摊前说不出想要吃的准确味道。这不能不说是经房式繁碎的翻版，而这一切啰嗦和嘴碎的根源，就不得不回到当初那个经年不出的户庭里，那个封闭和保护着他不被世俗、不被坏人打扰的书斋里，那个在今天仍然让人们趋之若鹜的精英式私立校园里。在书斋里，写作和思考都是单向的、个人的、自我的。书斋是我自己可以任意作为的小天地，我就是这片空间里的王。在书斋里，没有同事不耐烦的表情，没有皇帝或大臣困惑不解的眼神，更没有对手犀利的当场诘问。我们当今以十分注重的肢体语言，以及现代犯罪心理学十分重视的微表情，这些都不在书斋里呀。书斋里的人，他们失去了根据他人的反应及时调整表达方式的最重要的训练，缺失了人际交往中至关重要的反馈闭环。经房式繁碎表达能力的另一个致命硬伤是自洽和说服的混淆。经房式繁碎追求的是学理上的自洽，所以他说的话，比如讲卦气，则必须从头说起。他追求的是自我学说、自我说话内容的完整和严谨，甚至是完美。他以为只要我说的对，说的圆满自洽，那么听众毫无疑问的应该被说服和打动。但是他可能没有明白，在政治沟通中乃至在日常交流中，展示自我的完美和天衣无缝，往往更遭人记恨。日常交流需要的是说服别人和让别人行动起来，甚至可以贬损一点自我的美好形象，为别人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为了目标，为了笼络政治同盟，自我的完美是可以牺牲的。听众的耐心和认知负荷也是有限的。你阳春白雪的高洁，如何能让下里巴人接得住呢？一个既看不懂政治局势，又怀抱理想、渴望立下不世功勋的人，他还啰嗦而嘴碎，甚至说不清道理。他怀抱利剑，闯入了权力的斗兽场，那么他的结局早已注定。他的学问成了他的牢笼，而他的繁碎式表达加速了他的陨落。对比我们今天的教育，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教育必须打破书斋、围城和社会的壁垒，与活生生的人面对面、近距离的交流，在现实社会中经历真实的人际碰撞，从而锻炼孩子的同理心，让他们理解听众的诉求，形成共情能力，锻炼孩子抓住核心本质的概括能力和推动他人行动的逻辑思维和说服能力。这不仅是技能的培养，更是一种关乎生存和成效的完整人格的塑造。我们质疑经房可能缺失的完整人格，但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来时的目的，是抱着向大师致敬和鸣冤的意难平啊。在经房那悲剧之火点燃之前，他的身上也曾经霞光万道，他也曾是何等纯粹而炽热的光源呐！
那么在下一个视频里，我们就来了解他敢为天下之唯一的创举——翠律改姓。